這台漫步者 K300有源 K 歌音箱不是普通的藍牙音箱加2支麥克風，而是一台真正圍繞家庭 K 歌場景設計的一體式音箱系統。它有一台 K 歌音箱該有的低頻氛圍、人聲厚度和輕鬆開唱的體驗，也能給家裡帶來熱鬧、更願意互動的情緒價值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試聽篇我們已經跑完了，這台漫步者 K300有源 K 歌音箱，前面我測了音樂試聽、麥克風效果、客廳 K 歌，還有電影片段的表現。它的低頻存在感、人聲厚度、麥克風混響和整體氛圍，確實能把家裡人願意拿起麥克風玩一會兒的這個場景撐起來。它的聲音表現究竟是靠箱體結構做出來的，還是靠 DSP 調音、內置功放和喇叭單元共同堆出來的？這一期拆解篇，我們就把 K300拆開看清楚，到底是真有東西，還是靠調音撐場面？兄弟們，從這一期開始，我們會在有源音箱拆解篇裡加入新的章節，叫做整機聲學響應驗證。這裡先說清楚啊，我現在做的不是無響式標準的評響，也不是廠家的實驗室數據，而是在我固定的測試環境下，用評響測試系統配合 REW 軟件，對音箱整機的聲學做出一個參考驗證。我的目的不是用一條曲線給音箱判死刑，而是把聽感、箱體結構、喇叭單元和內部功放調音串起來看。在正式測試 K300之前，我先用咱們前面測試過的曹伟 A1 的功放加達尼博瑞1音箱，建立了當前房間環境的參考基線。我現在處的這個房間在55赫茲到70赫茲附近有明顯的低頻增強，100赫茲左右有一定的回落，所以後面看到 K300在60赫茲附近的峰值不能全部算到音箱本體的頭上。我们先來看第一個測試啊 ，K300的30厘米距離測到的整機正面的響應曲線，它在55到70赫茲附近有非常明顯的低頻能量，中低頻也比較飽滿，同時8000赫茲到12000赫茲有一定的提亮。這個走向很明確啊，它不是監聽箱那種平直克制的調音，而是更偏客廳娛樂、K 歌氛圍和第一耳朵的存在感。為了進一步確認這個低頻峰值到底從哪裡來的，我又分別測試了這個低音單元和倒相孔的3厘米左右的進場響應。測試結果很清楚 ，K300的倒相孔在50赫茲到70赫茲附近輸出非常強，低音单元則主要負責100赫茲到300赫茲的中低頻厚度。從以上的測試曲線來看，這台 K300的低頻邏輯基本就可以坐實了。它的倒相孔負責拉出低頻氛圍，低音單元負責補足聲音的厚度，再疊加當前房間在60赫茲附近的低頻增強，最終形成了比較明顯的低頻存在感。這也和我們前面試聽篇的結論是對得上的。它的調音並不是盲目的堆低頻，而是在低頻氛圍、中低頻厚度和中高頻清晰度之間做了一個偏娛樂化的平衡。前面試聽篇我的主觀感受，到現在整機的響應曲線、低音單元和倒相孔的進場測試，基本就能夠互相印證了。音箱整機的響應驗證我們已經做了，我們現在就是來對它們做一個拆解哦。首先是拆它的麥克風，卸下它的金屬網罩，咪頭上面有海綿，麥克風的旁邊有黑色的硅膠襯墊，這個是防震的。主體背後有一顆螺絲，我們把它擰掉。開關按鍵我們把它撥下來，就可以直接拿出裡面的主板。電池盒的卡扣細節做的也是很不錯的啊，它是單獨的一個模塊，可以把它摳下來，靠這個凸起的鋼珠把這個蓋子扣住的。整支麥克風的設計細節還是做的可以的。主板已經拿下來，這個助集體單元我已經取下來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這個東西一看就不是便宜貨了，做工非常不錯的。這種麥克風唱歌輕鬆，跟這個助集體的咪頭是有很大的關係的，畢竟是797大廠出來的產品嘛。我們現在對這個音箱本體來做個拆解，後面面板上面有很多的螺絲進行固定，我們把它全部卸掉。內部所有的線束都是有海綿做緩震處理，並且把它們扎在一起。內部還有很厚的吸音棉，所有的插座上面都有紅膠進行固定。斷開3組喇叭線束，斷開控制線束。這個音箱板材的厚度12毫米哦。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網罩拿出來了啊。黑色的塑料框架上面還有很多螺絲。拿出音箱的前面板，這一個面板框架上面就是2個高音單元、2個人聲中音單元，然後還有一個遙控器的接收板。高音單元和人声單元底部有泡棉啊，這個是起到緩震作用的。中低音單元同樣的把螺絲卸掉，把單元拿出來。背部的喇叭磁缸非常的大啊，
從這個彈撥位置看進去，可以看到這個是長冲程的，為的就是營造更好的低頻效果。音箱前帳板的厚度15毫米，比邊框厚度厚了3毫米左右，足以證明這個箱體的扎實程度了。3個旋鈕把它取下來，控制板底部還有5顆螺絲，卸掉以後就可以把底部的控制板拿出来。音箱的後背板是一個很厚的鐵板做的啊，厚度直接達到2毫米，這個剛性肯定是沒有問題的。導向管結構也是非常的扎實，主板直接用螺絲固定在這個背板上面，單獨的開關電源，外部有紫銅箔做屏蔽，避免干擾到功放的工作。拆開以後 ，K300 的5個喇叭和功放結構就清楚了啊。喇叭單體和功放輸出的聲學驗證，拆開後都已經做了。先來看喇叭的阻抗測試，兩只高音單元的阻抗曲線比較接近，基線大概是5到6歐姆附近，1000赫茲左右有明顯的共振峰，左右一致性不錯。對應的頻響曲線也能看到，它主要負責中高頻到高頻段的亮度、細節和空間感。這個和視聽編裡高頻不悶、細節不塌的聽感是能對得上的。中低音單元實際是4歐姆負載，阻抗曲線在60赫茲附近有明顯的諧振峰。這個5.5英寸單元就是整機低頻厚度和能量感的基礎。單體的頻響上，它在中低頻區域輸出比較充足，但高頻端也能看到指紋單元常見的分割振動特徵，所以最終一定要靠 DSP 和分頻策略把它管住，不能讓它的全頻亂跑。再看2只2英寸的人聲單元，它的阻抗和頻響本身都很正常，人聲核心區也有比較明顯的輸出能力。測試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的發現，普通音樂播放時，這2只人聲單元默認並不開啟，只有進入麥克風 K 歌模式以後，它才參與工作。也就是說 ，K300不是傳統意義上所有單元全時工作的3分頻，而是音樂播放和 K 歌人聲增強2套信號邏輯。功放端這邊，中低音功放按4歐姆的負載測試，在中檔音量下，輸出端頻響非常的直，總諧波失真約0.0069%。高音按6歐姆負載測試，頻響同樣保持平直，中檔音量下總諧波失真也在0.007%左右。這2個測試說明 K300音箱在常用的工作狀態下，電氣輸出都很乾淨，沒有明顯的頻響短板，也沒有靠高失真去硬撐聽感。所以這一章咱們先不急着下電路結論，只從聲學和功放驗證來看，前面視聽篇裡聽到的低頻氛圍、人聲清晰度和 K 歌的輕鬆感，並不是某一個環節單獨完成的，而是喇叭單元、箱體結構、功放輸出和整機的調教共同配合出來的結果。現在我們來看這個音箱最關鍵的電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況。我們先來看它的電源和無線麥克風電路。這台音箱內部採用的是一塊獨立的24伏輸出、60瓦功率的開關電源，主控方案來自台灣佳通科技 LD7750R， 輸入端用到雙極共膜電感來壓制高頻干擾，還有60瓦功率段並不常見的 GPU 封裝整流橋，這個體積和電流餘量都比小貼片整流橋更寬裕。次級輸出採用肖特基整流，再配合總容量3000微法的濾波電容，還加入一顆共膜電感，用來進一步抑制高頻紋波和開關噪聲。這個電源配置真的是認真做的。我們再來看無線麥克風部分，咪頭採用北京第797音響定制的14毫米電容咪頭，並且採用的是鍍金 PCB 加3銀角設計。14毫米相比普通小咪頭，在靈敏度、人声厚度和細節拾取上更有發揮空間。電容咪頭配合北京昆腾微電子的 KT0666M、深圳輝芒微電子 F32F030F 系列 MSU 以及升壓供電、濾波和保護電路，完成10音無線傳輸、按鍵控制和狀態顯示。這裡需要注意的是，麥克風只是發射端，真正的無線接收部分還在主功放板上面。也就是說 ，K300雙麥不是簡單的共用一路接收，而是給雙无線麥單獨做了接收處理，這對雙麥穩定性、抗串擾和同時使用體驗都有幫助。供電部分還能看到無錫核心微電子的 HX3001升壓芯片，配合4.7微亨電感，把電池電壓升到電路需要的穩定電壓。2顆100微法6.3伏濾波電容負責穩定低壓供電，避免麥克風工作時出現電壓波動。細節上，麥克風接線處還配備了 ESD 保護，電池正極位置也加了貼片整流二極管。這部分電路看下來，
它的電源部分供電乾淨，麥克風部分也有獨立的無線接收、MCU 控制、升壓供電和保護電路。前面我們測試麥克風響應和 K 歌體驗自然輕鬆，這一套硬件基礎是能支撐住的。接着看 K300的主控音頻處理和功放輸出電路。功放版這裡能看到5路 DC 降壓電路，北京新洲科技 SCT2332，加上3顆 SCT2331，還有1路蘇州裕泰半導體的 ETA2847 降壓。它們的作用就是把24伏高電壓轉換成主控、藍牙、麥克風接收、ADC 這些邏輯電路需要的低壓電源，還有美國美台半導體的 AZ1117 穩壓芯片，美國邁凌半導體 SPX3819M5 穩壓芯片，負責局部穩壓，把電源進一步變得乾淨。還有3顆日本羅姆半導體 BD48158 電壓監測芯片，這裡1顆，這裡有1顆，然後這個位置還有1顆，可以在電壓異常時給系統復位，避免開機、關機或者電壓波動時出現死機、爆音或者邏輯混亂。藍牙 6.0 芯片採用珠海捷體科技的 JL7016C， 負責藍牙音頻連接。這裡1顆，背面這裡還有1顆，2顆北京昆腾微電子 KT0655M 麥克風接收芯片，它們負責接收2支 U 段無線麥克風傳回來的音頻信號，再交給後級音頻採集和處理電路。核心處理器是一顆福州瑞信微電子 RK3308H1，這個芯片就是整套音頻系統的大腦，它要處理不同輸入來源，還要負責音效、混響、人聲處理和多路音頻輸出管理。台灣金豪科技的 F50L1 G41LB 存儲芯片，用來存放系統配置參數和音效相關的數據。音頻採集部分使用德州儀器 PCM1809 音頻 ADC， 把模擬音頻信號轉成數字信號。旁邊還有一顆德州儀器 SN74LVC 反向器芯片，用於數字信號整形、時鐘或者邏輯輔助。K300 使用2顆德州儀器數字 Delay 功放 TAS5805MN， 再加1顆德州儀器 TAS5754MN。數字音頻信號經過主控處理後，直接送入功放芯片，再由功放推動不同的喇叭單元。輸出端可以看到2大8小10顆10微亨輸出電感，中低音額外加了1顆共膜電感，用來抑制輸出端的高頻干擾，給功放供電做儲能和濾波。用的益陽安心電子 RS 系列470微法35伏電容，一共6顆，總容量達到2820微法。所以這塊主板的邏輯很完整，結合前面我們測到的功放頻響和失真結果，這也是 K300能把音樂播放、麥克風 K 歌和客廳娛樂體驗串起來的硬件基礎。聽感不是玄學，聲學驗證與它的電路邏輯。第一點是 K300的低頻氛圍感。上一期試聽片裡，我們已經聽到它在音樂和 K 歌場景下低頻的存在感很強，但不是那種單純轟頭的低音。這一期我們做整機響應測試時，它的正面30dB 曲線、倒向孔曲線、中低音單元的曲線，都說明它的低頻不是靠功放失真硬糊出來的，而是倒向孔負責拉氛圍，中低音單元負責拖厚度。拆開後再測到中低音功放的頻響頻值總諧波失真約 0.0069%。還有24伏電源，功放版儲能電容和共膜濾波也給低頻順態提供了基礎，所以它的低頻氛圍感是箱體倒箱結構、低音單元和功放驅動一起做出來的。第二點就是 K 歌時的輕鬆感，這個體驗很多人會覺得是玄學，但拆開和測試後其實都能找到依據。北京D797音響定制的電容密頭，再配合整套無線接收、MCU 控制、升壓供電、ESD 保護，進一步驗證前面實測麥克風響應、混響、防啸叫和雙麥表現，再結合 K 歌模式下2英寸人聲單元的開啟，唱的人就不需要一直用嗓子去硬頂伴奏。所以 K300 唱歌唱起來輕鬆，不是因為混響開得大，而是麥克風拾音、人聲單元的介入、功放乾淨的輸出和整機調教一起配合出來的結果。聽感不是玄學，測完聲學和電路以後，它的邏輯就閉合了。這一期漫步者 K300的試聽和拆解就基本上跑完了。前面試聽片裡，我們聽到它的低頻氛圍足，人聲有厚度 ，K 歌唱起來輕鬆。拆開以後，再看整機的響應、喇叭阻抗、喇叭頻響、功放頻響、功放失真和內部的電路，這些聽感基本都可以找到對應的依據。它不是靠廉價的混響糊出來的熱鬧感，而是通過箱體、單元、功放、電源和音頻處理，把 K 歌場景真正的串了起來。我作為一個自己也經常 K 歌，
也算 K 歌玩家的人，我对這台 K300的態度很簡單了，這台機器我會自留。不為什麼，就因為它符合一台 K 歌音箱該有的表現，伴奏能把氛圍拖起來，人聲不會輕易糊掉，麥克風響應和混響也很自然，拿起來能唱，而且唱起來不累，家裡人也願意參與進來，這種體驗比單純對參數更重要啊！當然，它不是專業舞台擴聲，也不是監聽音箱，更不是家庭影院的替代品。但如果你喜歡唱歌，想在家裡多一點互動，多一點熱鬧，讓客廳不只是刷手機和看電視的地方，那麼 K300這類產品確實就有它的價值。所以我對這個產品最終的評價就是，這台漫步者 K300有源 K 歌音箱不是普通的藍牙音箱加2支麥克風，而是一台真正圍繞家庭 K 歌場景設計的一體式音箱系統。它有一台 K 歌音箱該有的低頻氛圍、人聲厚度和輕鬆開唱的體驗，也能給家裡帶來熱鬧、更願意互動的情緒價值。如果你喜歡唱歌，想給家裡增添歡樂氣氛的朋友，可以重點考慮。還有就是它作為客廳音箱用來聽歌、看電影，它的聲學配置和電路用料也是綽綽有餘的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了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